你才要去做房贷要么就要等很久要么就是你可能要答应一些条件，利率比较高啊，利率3%，我都听说有人不得不办或者你要买一些 bundle 的理财产品到第4季啊，应该到时候那个是银行来挑房贷案件来做那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个风险我们身为这个房地产界的散户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央行9月19号还有一个理监事会议9月19号星期四理监事会议，你看上一次理监事会议发生什么事？第二屋自备就是4成，银行只贷6成，这个东西就出来了。6月13宣布，6月14实施。你看，那下一个关卡在9月19号，大家皮绷紧一点你有住宅贷款的需求，你有能力，现在能行动你就赶快行动，你宁愿现在送件嘛你就是把件送出去难道你要等9月19号？你自己判断。先说结论银行对你友善的时候，赶快买房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自住买房，不要追求双赢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的最佳时机什么时候该买房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然后有很多还没买房的就是要等到最佳时机。那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嘞？大家当然都希望买在最低点嘛，最好买了以后隔天房价马上狂飙一次飙个20%、30%这样。那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影片来解释你大概等不到低点的原因。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好，那如果等不到最低点又该在什么时候买房呢？我认为的最佳时机是你好贷款的时候银行对你还不错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时候你取得的房子的成本最低方案最友善。如果你名下没房子那当然就是首购首购是无敌的啦，首购是政府政策上一定要帮忙的对象什么新青安什么的首购那就赶快用越早越好。不要吐槽我底下解释给你听，时间不是永远站在你这边我知道你想要等到更好的机会你才要进场但是很可能这个机会到的时候你反而上不了车。不然我问你假设未来发动了一个东西叫做新青安条件更优，可以贷到50年，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等干嘛不等，对不对？等到50年的，有没有可能当你出来的时候，这个条款出来的时候你已经40岁了那你到时候去做银行新青安还会让你贷到50年嘛？你这样40岁再加贷款年限50，这么加起来不是90所以不会那现在的规则这个通则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限小于等于75所以你顶多就是贷到35年紧绷让你可以贷到40年，看那个银行对你好不好。这样等到的是什么？第一，比现在更贵的房子；第二，比现在条件更差的贷款条件就是这样我不相信银行看你现在30几岁的肝跟看你40几岁、50几岁的肝他开更好条件给你。那更可能发生的是什么？就是你30岁的时候其实他是愿意贷给你40年，等你40岁的时候他就贷给你30年，然后到时候的房价更贵，坪数更小。最后你要知道银行是一个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行业来跟你分享一个新闻这个标题叫做Joeman爆呼麻后银行拒贷急筹2600万剩台积电没卖。就那个网红Joeman不是那个吃大麻嘛，然后上新闻，然后他吃还是吸我也不知道然后反正他那时候刚好买了一间店面，头期都付了银行借价都走完了结果银行打电话给他，就是不贷给他就是这么冷血无情他要去调2600万这个怎么调那今天是Joeman有这个实力，能够在1个礼拜之内凑出2600万，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做得到吗？就违约啦。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我会跟你强调你在自身条件好的时候赶快去办贷款就是因为台湾的银行作风都非常的保守你不是权贵嘛？权贵才值得他们冒险那不是权贵的话，银行真的都很保守。你今天30几岁来贷款买房子他觉得说 OK 那50几岁才来买第一间，他就怀疑说这个你到底是风险就很大这样。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嘛你看这个55岁的教授要买房子，但是银行只贷给他15年我知道有人出来还价说这个应该可以贷到20年但那还不是一样。教授呢，这台湾的这个
精英呢，在台湾薪水已经算高了呢，而且还有退休金呢，银行还是不敢放啊，就是咬着总额就是要75这样，这个规则在走，所以还在观望。但是年纪渐长的人真的要想一下，你要趁自己条件好，你的条件在银行眼里还叫不错的时候，赶快去把这个最强的房贷，贷款有很多种，房贷真的是最强的东西，把它办下来。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买房的最佳时机。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与其等待房价最低点，不如在银行对你最有利的时候，你去买房子，这样可以获得最低的贷款成本跟最友善的方案。那如果你是用新青安资格的话，你有这个资格你就赶快去用，因为这是政府开给你的政策。那你用新青安，你就不要在那边笑想什么出租，每次观众都来问我这个，问说我想用新青安买一间房子，然后我又想要出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做不会被抓？莫名其妙，这个就不是要让你出租的人问我，所以你越等你等起来条件你可能是越来越差而已等就算给你等到新青安可以贷到什么50年啊那宽限期10年之类的，到时候这个条件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自身的条件变烂因为你的年龄那到时候你要面对的东西是更贵的房子啊，然后更差的贷款条件啊，更小的坪数啊等等。那你看我也举了2个银行作风很保守的案例就Joeman跟一个台大的教授，所以我会建议啊，就是买房子这种事情能早买就赶快买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其他银行抽银根的例子吗？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也想要知道这个惨起来到底是会有多惨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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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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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 buy 台北BUY 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关于银行市场中一直都有几个传言都市传说啦来，第一点，上半年比较好贷款第2点，小银行比大银行更敢建出高价第3点，顺便买一点理财产品会比较好贷款除了这上面以外，还有很多那种各种关于银行贷款的都市传说。我告诉你这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为什么会这样想？银行是这样每一个品牌的银行的每一间分行的每一个时期他们绩效目标都不一样它是会一直调整的，所以常常会发生说有的人可以，可是换你去结果你不行各种情况，你说那个人有没有骗你？没有啊，他就真的可以换你的时候就不行啊因为他们的 KPI 变啊之类的，所以建议你你平常就要在跟那个银行上班你亲朋好友一定有在那个银行上班的嘛那负责销金的这些亲朋好友去打好关系，一定有啊那最近这个房贷是松还是紧有没有什么政策有没有条件这样你会比较明白现在银行的态度如何。这里要表达的是，银行政策真的是改来改去的改来改去的，这不怪银行，因为上面单位有指示那银行也只能照办那房地产的政策你自己看，你看过去半年就好，你看变动的多么的夸张跟剧烈那你总不能在现在这个时刻你跑进银行说我现在是第三屋我要8成贷款你要贷给你走错时代了，你知道不是银行不帮你，是他想帮都没有办法帮你是要违法就是配合银行贷款的政策那你知道最近的银行在放款上是什么政策什么态度，这样就好了。像今年的房贷
非常疯狂。那个银行每年放房贷的那个扣打都是预先去年就出来了就慢慢放这样把它用完。所以为什么会说上半年比较好贷？因为它还没放完嘛，对。可是以往是这样，以往到 Q4 第四季这个贷款的额度才会即将要见底通常就是等那个928档期的时候还会再大量放一次房贷结果今年才过一半呢，就听说各种消息这个房贷额度要被消耗光了。我看那个 PTT 写说国泰世华4月份房贷就几乎满水位，这个是一整年要花的钱，你4月就把它都放完了，对啊。然后现在各种银行房贷排队，我的也在排队啊，我的买方也在排队啊，对，那这怎么办？房地产火热起来就是这么火热嘛，那银行也是很头痛啊，那你要怪银行也很无奈啊。现在就是银行跟着政府政策走，政府的政策就新青安新青安的件数就一大堆就这样然后就变成说瓜分掉了这个今年本来预计可以撑到年底的放款，现在案件数超级之多。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那个我前辈跟我讲了，他有一个客户签约这6月底签约，然后送件那个代书算有经验他就跟银行关系很好，然后就直接跟那个买方讲说你这个大概要等到9月中才能帮我对保，6月底签约，9月中对保这很恐怖好险还不是那个代书有经验，所以他说现在交屋日都必须要往后压，然后也要卖方同意，那卖方也觉得干嘛要拖那么久？没有，现在银行真的塞车有经验的代书就会帮他们把交屋的时间往后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很无奈啦，真的是很无奈。银行现在这个房贷的案子都塞车都几乎快放满了。为什么？因为架不住大家现在急着买房子的心态啊。现在除了新青安有这种政策指标的案件以外这个新青安是政策，所以他就一定要做，八大长老就一定要做。那民间的银行就是来吃那些其他的现在因为房价这么紧俏，大家急着上车，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提高门槛条件是不是？我刚刚有讲说顺便买一点理财产品就是会跟你各种暗示你就买个30万50万什么美债基金让他们做点业绩他要放给你这样，不然你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利率会比较高。银行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房贷不赚钱的生意啦，你开银行你也不想做房贷那个都2%多而已然后他就是说你一直帮都一起买这样子我有业绩，这样我比较好跟经理报告怎样你说好，那你就比较快就是这样。你平常有在掌握房地产银行的冷暖，你自然就会知道这个最近什么时机去比较理想，比较不会被卡到。现在今年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为什么？因为大家这个银行的水位几乎都被放满了，现在你去买，你要送贷款，应该都会被卡到。这个卡到严重起来蛮严重的变成说中古的买方卖方，你要人家怎么办？变成说买中古可能贷不到钱呢，那贷不到钱的话，你是不是又逼着把人往预售去赶？因为预售现在还摸不到新青安还摸不到这些直接银行贷款水位的问题。目前的势头真的是非常夸张，非常非常夸张。我以前在做在关心房地产的时候，2012、13、14的时候都那时候也很火热到16之后就持平嘛。也没有现在火热，超夸张的哪有这个半年就把今年一整年的钱都放完的所以现在你才要去做房贷要么就要等很久要么就是你可能要答应一些条件利率比较高利率3%我都听说有人不得不办或者你要买一些bundle的理财产品到第4季应该到时候那个是银行来挑房贷案件来做那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个风险我们身为这个房地产界的散户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央行9月19号还有一个理监事会议9月19号星期四理监事会议，你看上一次理监事会议发生什么事？第二屋自备就是40%，银行只贷60%，这个东西就出来了。6月13宣布，6月14实施。你看，那下一个关卡在9月19号，大家皮绷紧一点你有住宅贷款的需求，你有能力，现在能行动你就赶快行动，你宁愿现在送件嘛你就是把件送出去难道你要等9月19号？
你自己判断哈，这个也不用在会员影片讲，这大家都知道。你认为现在房地产的火热的态势，9月19号有可能松绑吗？任何条件有可能会是松绑的状况吗？不会啊，对啊，只会更加严格而已。所以9月19号之前哦，你要就赶快上车哦啊，要等就来等啊，不然怎么办哦？除了银行以外，你还有农会啊哦，这个农会我看讨论区也开始都有人在讨论了，奇怪，这个我们以前用的东西怎么现在被讨论出来哦？就农会的贷款你可能可以参考，不过高雄的农会有好几个水位也都满了。窗口也讲得很直接啊，农会没钱了，没钱啊，你要再等啊，等新的额度开出来，就是这样。目前啊，我们看房地产的火热态势，只有变严格的迹象。我说政府政策上只有变严格的迹象，那银行的贷款越接近年底，应该会越加难办越加难办。你到时候要办，你可能真的要找一些很奇怪的小银行就你平常也不会去打交道的那种银行，然后来放。那他们在放银行的那个成数跟利率，可能也不见得让你满意，只能这样啦这就是房地产猛爆性的火热，你看到底对谁有利？大家在还没买房子急得要死已经买房子的贷款有问题这个。所以我一直说嘛，就是政府也是希望台湾房地产就是缓涨就好，一年加3%，加3%，这样慢慢加个30年，就你现在突然猛涨，不是什么政策都卡来卡去，很麻烦只能这样了。祝你顺利最后记得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